包大人，你是不是该焚香摆酒，给本少爷庆功啊？案子没破，无功可庆。哼，你还真是不见黄河不死心啊！说吧，什么事让你都用上枷锁了？哼，没想到包大人还玩起了刑讯逼供，怎么着，吓唬小爷呢？这不是在动刑，是中毒后痛不欲生的惨叫。中毒？哎呀！哎呀！哎，我说兄弟，你能叫他逼真点吗？猪都比你会叫，你这么叫他会听出来的，知道吗？本来就唬不住的，我又不是人，咋能跟他叫的一样？人疼的时候叫法不一样吗？那隔着墙呢，叫好了谁能听得出来？那你叫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现在换人不露馅了吗？你不是说人叫都一个声吗？哦，好。谁中毒了？张东。什么？王延龄的手下为了逼他出卖你，给他服了毒。王朝马汉把他救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被毒药折磨了5个时辰。张东中什么毒了？断肠草。桌上这炷香烧完刚好是6个时辰，到时候张东就没救了。那你应该去找郎中，你把我叫来干什么？能不能救他，全看国救你。你什么意思？这个小瓶装的是红毒灰，平常人喝下去必死无疑，但它恰好可以跟断肠草以毒攻毒。你在跟我谈条件是吗？只要国舅如实招供，本官立刻为他解毒。哼，小爷才不会为了一个奴才而出卖自己。为奴才你不会，但为朋友你会。没想到你也如此下作。祸是国舅闯的，毒是展无为下的，我也只是顺水推舟。你现在就是见死不救。张东触犯王法，本来就罪不可赦，他替你卖命，替你受过，甚至愿意为你送死。见死不救的是你，不是我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要了你的命？来人！好，你有种！说，那个替考到底是谁？是书院的一个书生。其实，我和少爷也没见过他。少爷说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从头到尾都是托一个叫韦文清的枪架操办的。什么架？坊间管替考的叫枪替，管牵绳搭线的叫枪架。那个替考在哪儿？张东，你替你们少爷尽了忠，我们张家不会亏待你。只要你说实话，剩下的事情就由副将军来处理。小的不求回报，只不过小的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。你不知道？只有韦文清知道。当初少爷被您从听雨楼抓回来，臭骂了一顿之后，本打算改天就去找韦文清，吩咐他灭了替考的口。可是当晚我在书院放火的时候，被展无为给抓走了，后面的我就不知道了呀。为什么去放火？是少爷吩咐我去的。本来没想把事情闹得这么大。天亮再去找韦文清。你先去趟书院，把今天所有考生的文案通通烧了。又否？对，但是这次只烧文案，别把事情搞大了。知道。
我刚点上火，也不知道打哪杀进来一个剑客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上来就跟我动手。谁成想，我好不容易逃到了前院，一个疯丫头带着王朝和马汉也上来了。后来，他们仨又和展无为联起手来对付我，到最后，我就被他制服了。哦，可他们仨也被展无为算计了。就这样，我就稀里糊涂的被抓到了王延龄的私牢里去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副将军不是把你从开封府救出来的吗？张大人，他是被王朝、马汉和那个疯丫头又给救回开封府的。这几日，在下一直在暗中监视包拯。昨天我见王朝他们跟一个大侠学了一下午的剑法，到了晚上就鬼鬼祟祟的出去了。在下觉得可疑，就悄悄地跟了上去。一直跟到郊外，我才弄明白，原来他们是奔着展无为去的。他们就这样用下三滥的手段制服了展无为，把张东给救走了。那副将军，你为什么不趁火打劫？张大人，当时张东身中剧毒。没错，我就是被王延龄那个老家伙下的毒。在下不懂得解毒，便不敢轻举妄动。我一直等到今天早上，他们把张东救活了，我才下的手。真的？是。这么说，那个替考现在还活着？是，小的连命都差点丢了，哪还有时间去吩咐韦文清灭口啊？哦，少爷被您抓进大牢里，八成他也没工夫去吩咐呢。你们还有理了是吗？不，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。韦文清现在在哪儿？在御街东角楼附近的一处大宅子里。把他给我抓回来。是。走。张东有情有义，着实令本官刮目相看。相信张国舅比我更看重情义二字。哼，你不是情义之人，配不上跟我谈这2个字。包某何尝不向往性情？但我更看重忠诚。忠诚，忠于谁？皇上、大宋，还是你的上司？良知。哼，那要是你的良知跟皇上相违背呢？或者你的上司要你对付皇上，或者你那个皇上对不起大宋呢？绕来绕去，你该背叛哪个才算是忠诚？张东对我的情谊，是我拿我对张东的情谊换的，而不是打着什么忠诚的幌子骗来的。在这个世上，根本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忠诚。即便是张东，我也不会完全相信他。那张国舅相信什么？我只相信我自己。就算是张东想出卖我，他也做不到。为什么？哼，因为张东根本就不知道韦文清的下落。酒宴我都安排好了，到时我们一醉方休。哼，一定舍命陪君子。今日一别，韦兄暂且不要回府了。在接榜之前，先找一个别的地方避避风头吧。张公子，我想你是多虑了。这种事情兄弟经手无数，从没出现过什么岔子。况且，这个替考的已经被我关起来了。关他是你的事，关你是我的事。这是我在西池的一处别宅，不比你在御街的宅子差。委屈兄弟在那儿住几天，等事情稳妥之后，我再多付你一笔，就当是赔罪了。张公子，这不太符合替我办事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。
卸磨杀驴的事我做不出来。你赢了，我该招的都招了，希望包大人可以履行自己的承诺。去，把解药拿给张东。是。慢着，我不相信你，我要亲眼看着张东把解药服下去。解药不会也是假的吧？是真的，但张东不在隔壁。张东在哪儿？我也不清楚。之前他的确被斩无为下毒，是王朝马汉救了他。不过半个时辰之前，他被人劫走了。隔壁的叫声是马汉装的。国舅见谅，在大是大非面前，我只能出此下策。带回牢房。是。别动！给我记住了，小爷随时能要你的命。压下去。是。走走。确定是这儿吗？好。怎么这么清静啊？这么大的宅子，那小子指不定猫哪儿呢。哼，看来这小子没少捞回钱呐。他干成一笔，顶您1年，顶我10年。哼，乖乖，可惜他无福消受了。走。你们3个去守住偏门，你们3个守住后门，把门给我看死了，谁也不许出去。是。哥，咱是3门进还是反将进？你嗓子怎么了？刚才喊的。哦，强人进，你们俩在这守着，其他人跟我走。走。哎，国舅爷，请。哎，国舅爷得罪了。等会儿。去弄几个菜，再温壶酒。酒，没有就去买呀。哎，好，好。国舅爷，他们没把你怎么着吧？你觉得他们敢吗？哦，不敢，不敢。哼，那还问？啊。哥，这奖励咱们1千块够的。对啊。咱跳不跳？跳不跳？跳啊！你先跳，一起跳。走。哎呦！叫爷。不叫。叫爷。偏不嘛。谢谢爷，谢谢。你王朝爷爷来了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开封府的。什么？开封府的。开封府的？呵呵，吓小爷一跳。我告诉你们，老子上面有人。老子上面有天。什么？老子上面有天！
有天？小人没猜错的话，这顿酒应该是洗尘酒。看来国舅爷要重见天日了。请吧。哎，敬您。我能不能重见天日，就看你了。看我？我还记得昨日你跟我讲过，你愿意为我上刀山下油锅，你还记得吗？啊，记得。您是恩人，更是贵人，小人誓死追随您。那如果让你为我去死呢？死？对。现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死，换成你怎么选？哦，当然是我死，死而无憾。啊，小人对国舅爷的忠心，天地可见。好，那你就以死尽忠吧。啊？为什么？你是一个聪明人，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你还记得，你替考的卷子上面抬头写的是谁的名字？张子庸。我姓什么？张。您就是？哼，没错，我就是那个雇韦文清找你替考的一介武夫。如你所愿，我中了状元。啊！都找遍了，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？是不是出门了？这么大个宅子，就算出门，也该有下人。怎么又是你？哼，冤家路窄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？巧事成双。这次你我都是奔着张东来的，只不过你先我一步到了开封府，我就只能放长线钓大鱼了。你跟踪我们？各为其主，身不由己。好，既然你送上门来，咱们新账老账一起算。慢着，我问你，韦文清现在人在何处？我还想问你们呢。看我干嘛？我也不知道。既然都是各为其主，那咱们就井水不犯河水。算你们聪明，后会有期。哎！你就这么放他走啊？啊，张大人要的是韦文清，又不是他。他是王延龄的人，就是他绑的我，还给我下毒。想报仇是吧？啊，找他去吧，我不拦着你。我会将情况如实向皇上禀报，尽可能多争取些时间。不过在戌时之前，请包大人务必赶去宫里复命，千万别再出什么岔子。多谢张大人关照。另外，在韦文清归案之前，我希望包大人吩咐狱卒照顾好我哥。怎么？张大人是不是觉得本官问案的手段过于……手段不重要，只要结果正确。我只是觉得，我哥刚才的举动有些反常，我怕他再做出什么鲁莽之举。你也觉得反常？他从小争强好胜，但一向拿得起放得下，我还是第一次看他这样歇斯底里。或许是因为2次都栽在你的手里，让他恼羞成怒了。恰恰相反，我一直隐隐觉得，他不像是冲着我来的。为什么？直觉。当时他好像只是为了接近我，对我的威胁，倒像是逢场作戏。别动！给我记住了，小爷随时能要你的命。是捉案，我太大意了。捉案怎么了？桌上有红毒灰。我也是迫不得已。
换成您会善罢甘休吗？不会，但我未必有你做得好。想当初，我也想放你一条生路，可是现在包拯把我逼上了绝路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死。换成你，你会怎么做？如果您能保我前程似锦，这件事情我会烂在肚子里。我们俩各取所需，以后我保证对您忠心不二。晚了。当初要是我中我的榜，你收你的钱，事情也不会闹到如此地步。但你不是这样的人，今天可以效忠于我，明天你就可以忠于别人。我凭什么信任你？既然如此，那只能听天由命了。可是我也不能自行了断啊！我从来就不相信什么忠诚，更不会相信你会以死尽忠。那您想怎样？我要你死！您把我怎么了？我在你的酒里下了毒，这招是跟我爹学的。要不是事到如今，我也不会用此卑鄙的手段。救命啊！韦文清那家伙以前给我算过一卦，说我这个人多败于时运不济，还真让他说中了。我这2次入狱，都是老天爷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。上一次欠了点火候，这次又多了个你。救命啊！是你自己送到我身边的，这就是你的命，认了吧。开门！是，救我！救我！没想到我这么处心积虑，还是被包大人你看穿了。看来这就是我的命，我认了。赶紧救人！是。你为什么要给他下毒？自己去想。这么说，你是擅自将陈世美关进了书院的库房？这是我行事习惯，免得接榜前出了岔子，怪罪下来买卖就不划算了。张子庸只管出银子，从头到尾都不插手，甚至连替考的姓名都不知道。书院的火是你让张东放的？不是，我也是第2天才知道。烧书院这种不划算的买卖，我不做。你跟张子庸认识多久了？我们之前不认识，张东托人找了我，我见他出手阔绰，就答应了这笔买卖。事后你为什么会住进听雨楼？张公子欣赏我做的事，想跟我切磋，要我在听雨楼小住几日，我理当顺从他。你会作诗？不关包大人的事，我本来就是个读书人，本应功成名就，却遇到了像陈世美这样的事情。你是在报复？哼，报复，这是我的立身之本，是你们这些做官之人给我的。报复你们，断我自己的财路吗？这些年，经你手中举的进士有多少？原来包大人在这儿等着我呢。我若是不说，我还有可能出去。我这是说了，不仅皇上要杀我，包大人要杀我，门外有一堆人等着要杀了我。都有谁？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？你们这些酷吏，放我出去！
关着我你也不会知道名单，放我出去！包大人，这韦文清都喊了一天了，他不死，我俩快烦死了。他要什么，咱们就给他什么。他这不过是嘴硬了点，这种算盘人，两鞭子下去，啥都着了。你还想动手？那我们凭啥伺候他呀？因为他很重要。把门打开。韦公子还不认罪吗？明明会有人救我出去，这桩买卖没有剔除我的道理，执迷不悟。是包大人执迷不悟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韦公子应该还有太多不甘心吧？就忍心这么不言不语地走吗？走，当然要走，而且我很快就能走了。一走就是阴阳两隔。你杀不了我！外面要杀你的人早已布下天罗地网，甚至可能这牢狱都保不了你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韦公子才真是天真的那个人。你安然无恙地从开封府走出去，难道就不可疑吗？对于那些怕你乱说的人，没有什么比杀人灭口来得更周全。是他们逼我的，现在却要杀人灭口。韦公子只有交代实情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事情就是这个世道逼我的，他们只给我一个选择：10年寒窗苦读，却不如100两银子，我能奈何？包大人，你要查的一个个位高权重，一句话就能断了我们的生路。包大人，你还要查吗？查。在下不才，但是有一点绝对无人能及，那就是过目不忘。他们要帮谁，谁替考，谁要，所有事情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账本丢了就丢了，但是只要我不死，他们就不会消失。包大人，我招，您可记好了。王朝马汉在。笔墨拿来。是。记得去年哀家50大寿，皇上派人送来条翡翠的坠子，绿的出奇，水头也好。哀家寻思着，这再好的翠也不如金子显贵气，恰好这金枝玉叶，寓意也好，哀家一眼就替皇后相中了。娘娘怕是离宫的日子久了，忘记了皇家的运气。这贵气哪是显出来的呀？那是与生俱来的。和皇上送您的寿礼相比，金子怕是太刺眼了些吧？青儿，怎么了，娘？喜欢吗？喜欢。不过，皇后说的对，若是配凡夫俗子，这金叶绰绰有余；配皇后和娘这样的皇亲国戚，反倒是官上加官了。既然喜欢，娘就把它送给你了。
谢谢娘。皇后也别往心里去，都怪哀家想的不周全，下次一定挑个好的给皇后补上。不必破费了，我呀也不缺首饰的。等到缺了再送就晚了。虽说这是身外之物，可人活一世，有几样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呢？知道皇后要来，哀家特意让下人准备了上好的茶点。我们边吃边聊，哀家有话要跟皇后说。最近总是梦见兰花，记着上次梦见兰花开，没几天哀家就怀上了一儿。哀家最近总是梦到这个，寻思来寻思去，不知是不是寓意着哀家要抱上皇孙了呢？哀家熬了大半辈子，总算是苦尽甘来。眼看着皇上一天比一天成气候，哀家就盼着能早点抱上皇孙。不知道皇后什么时候才能圆了哀家这个心愿呢？这个，您得去问皇上。你们小两口的事儿，我问谁不都一样？当然不一样。怎么？难道皇上现在还不肯同房？哎呀，这个孩子真是太不懂事了。哀家一定要好好说说他。本来有些话哀家是不想跟皇后说的，可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哀家要是再不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，恐怕这个后宫都要被那个小狐狸给霍霍了。小狐狸？青儿，你跟皇后说说。前天，周儿妹妹亲口告诉我。告诉你什么？快说呀！说她经常去和皇上私会。皇后，你别太往心里去，一儿那是一时糊涂，哀家找个机会肯定好好管教她。可这样的事情一个巴掌也拍不响，皇后得空还得去张大人那念叨念叨。周儿毕竟是你们张家的媳妇儿，我们外人也不好插手什么。燕儿，慢点吃啊，这都是你的，都是你的。来。爹，我跟皇上成天吃了上顿没下顿，饿得我成天熬不到打更就睡，恨不得晌午才起，缺吃少穿的，我拿什么母仪天下呀？这国库连你们皇室的吃喝用度都拨不出来了？全让李娘娘一个人挥霍了，整天吃喝享乐，光太监就闲着一屋子，听说过几天还要请个戏班子呢。哦，哎，燕儿吃完再说啊。哎，别噎着。爹，陪皇上尽孝我也就忍了，可他姓赵的一点良心都没有，成天对我爱答不理的，到现在还没让我侍过寝呢。这大姑娘家的没羞没臊。我怎么没羞没臊了？我是正宫皇后，我天经地义。他姓赵的才是没羞没臊呢。爹，他居然背着我跟狐狸精偷情。行了，哪有什么狐狸精？就是那个姓周的，你儿媳妇儿。闭嘴！反正这日子没法过了。爹，我要退婚。混账！你这是大逆不道。那您就快管管吧，要不然今后这太子指不定是谁生的了。这是朕的小半个朝廷，原来被蒙蔽的一直是朕。朕节衣缩食省出的那点银两还不够这些蛀虫塞牙缝，国库连年亏空，这本账里的流水，相当于一个省3年的税银。朕恨不得把他们掏心挖肺。
皇上，替考人找到了，韦文清也已经捉拿归案，就此止步吧。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张大人，科举并非小事，是江山社稷的头等大事。账本李光今年就有不下100人牵扯其中，如果连这个都忍，迟早会天下大乱。朝廷命官之所以能肆无忌惮地徇私舞弊，包大人难道看不出谁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吗？王延龄和你爹，他们背后有无数的朋党，手中还握有大半江山的兵权，而你我背后只有皇上，我们拿什么跟他们较量？王法，大宋除了他们，还有许许多多像范大人一样深明大义的清官，自古邪不压正，即便不能把他们一网打尽，也该惩前毖后，以正朝纲。包大人，你太天真了，别说是上百人的舞弊，仅凭我哥一人的罪行，就足以让王宰相反咬范大人一口。你不是说可以保住范仲淹吗？皇上，若是我哥一人舞弊，可以保；上百人的舞弊怎么保？包大人，罪知律法，你应该清楚，如此严重的渎职，该当何罪？发配充军。公不公布那本账簿，包大人自己掂量。即便如此，臣也一定要将罪证公之于众。包拯，你不要一意孤行，臣只是秉公执法。你，皇上，如果包大人执意如此，臣还有一下策。说，我爹在西北的军权根深蒂固，皇上为何不趁此机会将范大人发配到西北庆州行监作守？日后或许可以伺机策反，收回兵权。这就等于让范大人去送死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皇上圣断。你确定你是真心在帮朕吗？皇上，我不是我爹。皇上，臣不能苟同张大人的主张。范大人即便疏于职守，也不能拿他的性命去做赌注。那些徇私舞弊的人才是罪魁祸首。臣这次就算丢了性命，也要讨回公道。朕不会让你丢了性命，但是以大局为重，朕这次还是不能站在你的一边。我太爷爷在世时，天下还是李家的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家是银匠，专门给你们这些达官贵人打造银器。估计老太爷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到了我这辈，居然咸鱼翻身，一猛子窜成了国丈。我儿子还娶了前朝皇室的后人，真是祖坟上冒了青烟了。张大人大晚上的把周儿叫到这儿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些？带你来祠堂，是不想把你当成外人。我嘴直。趁蓉儿还没回来，有几句话想问你。张大人，请讲。过去的事情，咱们心照不宣。周姑娘，可以重新考虑一下，今后你的牌位，是否愿意来在我张家的祠堂？周儿，如果说不愿意，张大人，但说无妨，老夫绝不强求。不用考虑了，周儿不愿意。爹，周儿，你们在吗？回来的正好。既然周姑娘心意已决，那么老夫就知道如何跟你们摊这副牌了。你先出去吧。
爹，您这是要……咱们是一家人，我就开诚布公了。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，当初成亲只是缓兵之计，你们想等着皇上的脚跟站稳之后，再把周姑娘完璧归赵。爹，这不必解释，爹知道。强拧的瓜不甜，你们想完璧归赵，我绝不会加以阻拦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你们必须要知道。刚才我跟周姑娘说过了，我们张家能有今天，来之不易。皇上是一朝天子，只要大宋还在，站稳脚跟那是迟早的事情。但在此之前，我要确保我国丈的身份地位稳稳当当。爹，您多虑了。您国丈的身份是板上钉钉的，绝对不会有什么变数。错，周姑娘可能就是变数。我。皇上年少痴情，你要是再动不动的，就跑到后宫，给他暗送秋波，我怕他哪天心血来潮，把燕儿废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我这个国丈可就成了天下人的笑话了。皇上不会做这种傻事的。他连后宫放火都能干，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干？我答应张大人，以后不会再去见皇上。那倒不必，只要让我燕儿怀上太子，我自会成全你们。一言为定。我没必要跟你撒谎，但是这件事，你不能跟皇上说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说了，会引起他不必要的怀疑。爹不能为了你姐，搭上你。张大人放心，我会亲自去跟皇上讲，绝不会连累蓉儿。如果周姑娘能这么想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包大人，早留点神，也不至于兜这么大个圈子。啊，这冥冥之中自有定数。张东如果没被劫走，说不定您还想不出怎么审张子雍呢。玩忽职守，你还有功？嘿嘿，没功劳还有苦劳呢，好歹没耽误您交差吧？就是的，我嗓子都喊哑了。您听听，陈世美怎么样了？都已经解了。省着点嗓子，让你哥说。命保住了，休养休养就好了。明早能康复吗？应该差不多。包大人，多谢包大人救命之恩。职责所在，不值一提。陈公子尽快养好身子，明天跟我面见皇上。皇上要召见我。皇上求贤若渴，破例恩准延迟1天接榜，给你单独加事。包大人，您就是学生的再生父母，学生给您献命了。不必多礼，快躺下。陈公子若真想谢我，日后出人头地，别忘了做个好官。学生没齿难忘。范大人呢？按您的吩咐，安顿到客房了，有张龙照护照应着。陈公子就交给你们了，我去看看范大人。是。多歇息。多谢包大人。
现在懂事。你打算怎么跟皇上开口？好说歹说，结果都一样，不如直说。周儿，委屈你了。你爹说的没错，这样对大家都好，周儿没什么委屈的。走吧。周儿，秦生是不会骗人的。你被强嫁到张家做媳妇，而我从小被送到皇上身边做伴读。说到底，我们都是人质。我理解你的心情。周儿本就是无根柳絮，随风飘，如今被你们错当成了玉，要完璧归赵。既然是等，在哪儿都一样。过了今晚，我想回戏班子。不行，皇上不会答应的。你姐容不下我的。等她怀上龙子，我会去跟叶儿解释的。周儿，你知道当年皇上为什么放那把火吗？为了夺回本属于他的权利。皇上心中那团火是因你而燃起的。你留在这里，皇上心里那团火才不会熄灭。眼下内忧外患，皇上才刚刚站稳脚跟。周儿，答应我，留下来。大人，您多吃点儿。我吃饱了，你们俩慢慢吃。大人，我们哥俩不在您身边，您就吃这种哑巴亏。这次说破大天，我们哥俩也要跟着您。包大人正是用人之际，你们俩一身武艺，留在我身边，大材小用了。大人，我们俩天生就不是干捕快的料。再说了，包大人不还有王朝马汉呢吗？对呀，俗话说得好，一山难容二虎，啊，不是4虎。我们几个碰到一起就掐，留下来还不够给包大人添乱的。王朝马汉比你们年长，又是你们的前辈，这次如果不是他们俩以身犯险，这个案子也不会破得这么快。我们应该好好感谢人家才是啊。包长，范大人，包大人，让您受苦了。严重了，这点苦算不了什么。包长，这次如果不是你殚精竭虑，范某恐怕是凶多吉少啊。包大人，范大人，你们聊吧，我们哥俩去外面赏月去。今晚月黑风高，不如你们到后院帮王朝马汉添个人手。听包大人的。是。哎，我说你老看人家干什么呀？说不定他明天就是状元了，看一眼少一眼喽。状元有什么新鲜的？咱们当捕快的，子孙3代都不让考状元，我叫着眼红。就算让你考，你考得上吗你？说不定我曾孙子有出息呢。谁呀？
哎，我说你俩不好好跟着范大人，跑到这干嘛来了？帮你们把把夜，别让二位哥哥再被人给射晕了。用不着，回你们地盘上去。不稀罕，再过2天，这地盘都是你们的。哟，怎么着？你俩被包大人辞了？他可舍不得，是我们觉得做不快，没前途。张子荣年纪轻轻，竟然如此有远见。幸亏他站在皇上这边，要不然日后必成大患。他的立场我始终将信将疑。说到底，他是张家人，万一这次他们父子串通一气，范大人才真的是凶多吉少。不管是福是祸，范某为了大宋，必须闯这个虎穴。贼人不成，反倒白白断送了忠良，这算哪门子王法？范大人，边关不比京城，一旦出了闪失，没人帮得了你。只要贼人当道，天下何处不凶险？朕说了，什么都不吃，端下去吧。皇上，1天没用膳了，端下去。皇上，朕不是说了吗？怎么又来了？是周儿姑娘来了。周儿给皇上请安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柔儿送我来的。她说啊，你一整天没吃东西，我来给你送点吃的。我不饿。不饿？不饿，那我自己吃啦。皇上为何要节食？替国库节省银子。身子要是饿坏了，养病的银子不是照样得从国库里出？饿几顿没什么大碍。你小时候不是说过吗？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你已经是人上人了，接下来是要做一个好皇帝，不是一个恶皇帝。那，吃吧。好吃，从哪儿来的？我亲手做的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饿肚子才是大不孝。娘娘要是知道了，哪还有心思享乐啊？自己挨饿也就罢了，还让皇后也跟着受罪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皇后是我姑姐，我当然知道啦。姑姐？为什么叫她姑姐？我是张家的媳妇，不叫姑姐，叫什么？你不会假戏真做了吧？皇上真的在乎周儿吗？当然在乎。朕做梦都想跟你在一起，恨不得一觉醒来就娶你做皇后。皇上如果真想娶周儿，必须答应周儿4件事。哪4件？第一，往后不许饿肚子，要爱护好龙体。朕答应你。第二，要做个1言9鼎的好皇帝。你不说，朕也会做到。第三，要善待皇后，不能动废后的念头。第四，在皇后怀上太子之前，周儿不会再来见皇上了。是张子荣让你这么做的吧？是周儿自己的主意。为什么？周儿是为皇上好。怎么成了为朕好？你们为什么要变着法儿的逼朕？
皇上以后会明白的。周儿，告辞了。周儿，周儿，皇上，出去！怎么，昨晚没有睡好吗？哦，学生一想到要面见皇上，就辗转反侧，生怕考得不好，辜负了盛放。不必担心，今年的试卷是范某出的，虽然你的观点与我不同，但也不失为一篇非常好的文章，正好也符合了皇上的心思。哦，范大人，您出题的本意，大人可否赐教？赐教不敢。天下论点本来就是求同存异的，没有高低之分，只有善恶之别。皇上为百姓担忧，我们为皇上分忧，百姓们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，这天下不就是太平盛世了吗？啊，范大人的话，学生铭记在心。郑君心、厉继刚、赤法度。你主张赏罚严明，以减缓积怨。那本官问你，我的儿子现在被关在开封府大牢里，包拯说他害了你，那依你之见，应该如何惩处，才能减缓你对他的积怨？张大人，张大人，令公子舞弊在先，后又主使张东到书院纵火，还企图毒害陈世美灭口，人证物证俱在。依我大宋律法，应当流放处置。谁能证明他有罪？您面前的陈世美。陈世美啊，包夫人所说的话可属实啊？属实。可是，你为何吞吞吐吐？难道你怕本官记恨你不成？张大人不必为难他，即便陈世美不愿作证，韦文清同样可以证明令公子的罪责。哼，这个韦文清又是谁呀？他收了令公子的银子，替考的事都是他一手操办的。可据我所知，我的儿子从始至终就没有见过他的替考。他跟陈世美也是在大牢里相识的吧？对。那我就要问了，明知道舞弊是重罪，却把自己的前程压在一个素未谋面之人的身上，还花了大把的银子来操办，这天下
定夺状元，案子的事情不妨等到接榜之后再议不迟。案子不查清楚，如何接榜？皇上心知肚明，舞弊不光牵涉张子雍一人，若逐一盘查，光今年恐怕就有大半进士跟主考难逃干系。包夫人，查清楚了又如何呀？依法惩办，选拔贤良之士取而代之。那些纨绔子弟花了大把银子买通主考，得到功名之后，也会以同样的方法捞回银子，甚至变本加厉。如此往复，我大宋岂不贪官当道，国将不国？贤良当道，就能长治久安吗？远了不说，就说庞勋、黄巢，还有杀死唐昭宗的朱温，他们个个都是贤良。如果没有他们，天下恐怕还是李家的大唐。就方才的策论而言，陈世美也算得上是一个贤良之士。可是谁能担保他以后不变成贪官污吏呢？包夫人，既然你非查不可的话，为何不从身边的贤良查起呢？堂堂科举舞弊丛生，究其根本是谁的罪责？启禀皇上，臣恳请罢官。皇上命臣改革科举，臣却监管不力，玩忽职守，臣愧对皇恩，恳请皇上降罪。皇上，单丝不成线，独木不成林。虽然范大人引咎自责，高风亮节，但渎职之过，难辞其咎。依丞相之见，朕该如何处置他？发配充军，永不录用。皇上，万万不可！保长，范某心意已决，不必多言。你我并非纨绔子弟，要守好自己那份贤良的本分。范仲淹变革不力，玩忽职守，即日起罢黜龙图阁直学一职，3日之后发配庆州。臣谢皇上隆恩。皇上，玩忽职守是重罪，徇私舞弊更是罪不可赦。臣恳请皇上将臣的儿子也发配到庆州，以免乱了纲纪，日后难以服众。偌大的京城，谎言与真相就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被几个当权者清算了。百姓们在这里安身立业，却不知这片土地下掩埋过多少毒是毒非。之后发生了什么，我不知道，只知道张子雍没有得到任何惩罚，当日就被特赦出狱了。你们杀了我一个不公平！你们都是一丘之貉！包大人，时辰已到。但有一点，韦文清错了，我不愿做一丘之貉。当天晚上，我带着嫂嫂和端午他们上了回乡之路，永远也不想再与他们同流合污。刚离开家，嫂嫂就想敏儿了。敏儿打小就没离开过我放心不下呀。咱们怎么能把她一个人留在这儿呢？嫂嫂，人各有志，不能强求。敏儿好不容易中了进士，于情于理，也不该逼她荒废仕途。她也老大不小了，能照顾好自己。三黑，你今天跟我们交个实底，你是不是惹什么祸事了？放心吧，没有。我只是厌倦了，想回老家种种地，放放羊。
过几天安稳的日子。来也是你，走也是你，说风就是雨的。端午这2年啊，也没跟你沾上什么光，净跟你穷折腾了。嫂嫂，我们家本来就不富裕，穷日子照样也能过得好。哼，我不管你们怎么折腾，这包家的香火，赶紧给我续上。尹小姐，哎，范大人，快请坐。您怎么来了呀？范某冒昧造访，打扰了小姐作画，失礼了。不要紧，反正也只是一团乱麻。小姐，你这是画的《包黑子夜行图》。哦？这……算了算了，别找了，它那么黑，找也找不到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。你也在找他？我才懒得找他，这个人也真是，案子结了人就消失了，啊，连个谢字都不说。不瞒小姐说，我明天就要离开京城了。本来想向包拯辞行，可是到现在他也不见踪影。除了你这儿该找的地方，我都找遍了。那他嫂嫂和他媳妇儿呢？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。门窗紧闭，敲了半晌，也没有人答应。糟了，该不会出事了吧？哎，咱们去找找他。不用去了，我想他已经离开了京城。他离开京城了？为什么呀？想必是朝廷伤了他的心了。朝廷伤了他的心？本小姐又没伤了他的心，凭什么不辞而别啊？哎，尹小姐，你去哪儿啊？找他评理去。雨柔姑娘，范大人。范大人，包拯赶回来给您饯行了。包拯，我以为你已经……昨夜是我一时糊涂，不辞而别，天还没亮就后悔了。是尹小姐把你追回来了？是他自己回来的。范大人，3年前我在这里受您一拜，今日要还您一拜，这可万万使不得。范大人身先士卒，包拯却知难而退，这一拜既是惭愧，又是敬意。快快请起，哎，快快请起。包拯，范某都记在心里了。范大人，此番凶险重重，您一定要多多保重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你身在朝廷，更要多多保重。张龙、赵虎，在。你们务必照顾好范大人。大人放心，办案不是我们擅长的，做护卫，您就放心吧。拜托二位了，天道昭彰，自有公断。保重，保重。改革者被罢黜京城，舞弊的2个当事人却双双迈进朝堂。这样的结局，恐怕连张子雍、陈世美也感到惊讶。这场博弈，先天下之忧的范大人输了，这场博弈我也输了。我们输给了权力的游戏，输给了朝堂的荒诞。张子雍虽不善策论，但武艺和谋略在众考生中独占鳌头。朕因才试举，特封为5科状元，即日起任禁军统领一职。叩谢皇上。陈世美才学出众，乃是我大宋急需的人才。微臣谢皇上隆恩。
皇上，李娘娘来了，请进来。娘怎么亲自来看孩儿？应该孩儿去看娘才是。你操持国事已经够繁忙了，娘也帮你分担不了什么，只能帮你看着点身边还缺什么。那娘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吗？一儿，杨太妃找过娘好多次了，让娘和你说重用夏怀民。你父皇当年身边有周怀仁，你现在身边的人呢？现在看家护院的禁军统领首属两端，夏怀敏不可信赖。夏怀敏原本是张德林的人，怎么就成了刘娥的人？你父皇后宫的嫔妃不止我们几人，为何其他的姐妹都去为你父皇守灵，而杨太妃还可以在宫中享受荣华富贵呢？夏怀敏到现在还把宫里当成是自己的家，这件事情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张大人，有什么事您说。有2个问题，还望夏统领能够解答。请讲。这宫墙上有一个守门人，他原来是张德林的人，如何又变成了刘太后的人？在先皇的后宫当中，为何只有杨太妃一人没去守灵，而在宫里独享荣华富贵？淫乱后宫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，你们2人在劫难逃。但念在当年火案中，夏统领曾助皇上一臂之力，我愿意帮夏统领一把。夏统领，开个条件吧。杨太妃是无辜的，求你们放她一马，让她去守灵。那你呢？怎么办？来，这就是我们的家吗？这是我们今夜的家。赶了一天的路，你一定累了吧？今晚先在这里歇息一下。这里有点简陋，委屈你了。我喜欢这儿。我们哪里都不去了，以后就住在这里，做一对真正的人间夫妻。这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，我们永远的家离这里还有很远的路要走。那你给我讲讲，我们永远的家是什么样子的？那里有巫山的云，沧海的水，是人间仙境。那里只有我们2个人。真的，太好了。我这会儿就想去看看。那我们现在就启程吧。走。我想与你说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明天我们不能一同上路了。为什么？我们之所以能够出宫，是因为我答应皇上，要为他办一件事情。明天我必须去做，车夫会把你送到我们永远的家。为皇上办完事情之后，我们在那里会合。不，我就在这儿等你。你难道不想早点看到我们永远的家吗？我想。那就不要浪费时间了。为皇上办完事情，我一定能追得上你们的。听话。
知道陈公子写的一首锦绣文章，但不知其意如何。啊，略知一二。好，那你看看这盘残局，该如何？啊，应该是和局，双方势均力敌，分不出胜负。不会吧？红方还多一个车啊！只要黑方这马把车吃掉，这才叫和局。啊，相爷说的是，这马把车吃了，才是和局。好，是一盘和局。本相如果把朝廷比作一盘棋局，那你如何布局啊？啊，晚上懂了。只要马别别着自己的腿，就会平平安安的。考场不比官场，考场你只要写一篇好文章，就平步青云；可是官场只要一步走错，就会万劫不复。学生甘愿拜在相爷门下，做相爷的一支笔。相爷说一个字，学生就写一个字。子从父命，孝矣；臣从君命，真乎？昔万城之国有征臣4人，则封疆不血；千城之国有征臣3人，则社稷不危；百城之家有征臣2人，则宗庙不毁。你是个聪明人，可惜答非所问。皇上是想问，臣应该从谁的命？昨天王延龄招你入府，今天一走，你便向朕提议招你为驸马。朕想知道，你们昨天聊了什么？露出了半边的月，是圆还是缺？喝过了半杯的酒，是空还是满？初心总是比结果看上去热情大方，真相从来就简单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幻，不要说江湖爱恨两难，那不要说世道善恶难断。大江东去，只留下了风流人物，千古流传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幻，不要说将